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铁杆好朋友之一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即将在5月24号这个礼拜天到28号到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形式来正式访问中国。在美国、俄罗斯的元首这个好几个巨头接连访中的背景之下，外界也在关注中塞的关系牢固以及进一步升温。那当然，我们看到呢，国际关系瞬息万变，包括很多朋友喜欢去的泰国，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免签证哦，突然收紧把它给取消或者是砍半有人就说这个当然有很多原因可能泰国他们要管制啊，或者是各个方方面面。可是呢，有一个观点现在出来了，说这不是单纯出于旅游管理的考量，而是泰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很明显大家知道包括进出口，包括他们的观光市场，可是呢担心触及中国市场的旅游产业利益因为免签嘛，免签可能譬如说假设是西方国家的游客，他说这个国家免签，那我就大量的去泰国，是不是担心这个讲白了触怒中国，得罪中国，以免对经济造成直接的冲击，这可能也是他的考量。不过这个可能原因有非常多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全球其他地区动荡加剧包括中东，包括俄乌战争还在打。那中国大陆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避风港？这是彭博社的记者问戴蒙，戴蒙是摩根大通的 CEO， 他的回应是这样，他说对啦他们跟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稳定，最近这一点确实有所体现，全球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市场。所以我们新闻大白话为您报道了这么多全世界各个国家互访或者是关系的紧密程度大家都可以从中间看到脉络。包括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高层交往频繁，普京访问完了之后，中国大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下个礼拜也要启程到俄罗斯进行正式的访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佩斯科夫他主动对美国释出善意，说APEC 11月在中国大陆举行嘛，那他不排除普京跟川普在深圳碰面的可能性。而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经济贸易现在方方面面都更加的紧密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发言人，他就说我女儿也会讲中文为什么？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解释。Китайский зрители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почему вы отдали свою дочь учить китайский и вообще как вам... Вы знаете, я ее не отдавал учить китайский, она заговорила сначала по-китайски, потом по-русс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няня китаянка. Вот. И она с нами жила 4 года, и она заговорила по-китайски, любит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 Китай. 好，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包括普京访问中国大陆、访问北京的次数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元首之一。那他们有发布一个联合声明，就在前几天说双方愿意多多举措，并且保障中俄边境的口岸畅通，全面提升口岸互联互通的水平。那包括哪一些地方呢？大家如果摊开地图一看这个地方黑龙江的黑河，俄罗斯跟黑龙江这里其实很近很接近。所以2025年两边就实施互签的这个相互的免签证的政策之后，其实在边境有非常多人互访那他们说叫做这个串门子俄罗斯的公民他坐船来这里只要7分钟就到达黑河，所以来这边各种贸易旅游来往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频繁。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西方的品牌撤出俄罗斯，中国大陆趁机进驻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打仗嘛，那个时候不是制裁俄罗斯吗？所以像是麦当劳啦、星巴克啦这些品牌通通都走了。那中国供应链就像蚂蚁雄兵去填补
兆元缺口，也趁机卡位哦。那再来看看马斯克 Elon Musk， 前阵子不是跟着川普到了北京吗？那他在他的社交平台上面转发了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导播让我们看到的画面是重庆东站的建设影片，他没有写任何的文字这个影片就很震撼，也引发全球对中国基建效率的热议。主要是它38个月就建成世界最大单体高铁站。那外国网友就说：“哇，这个如果在一般的国家，可能连审批都还没有完成，因为大家知道你要提出一个建设的计划，那可能要经过各个机关的盖章核准，才能正式动工。那动工之后，可能又有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可是中国大陆的基建效率让这些西方的网友觉得非常的吃惊。哎，我们先请教赖老师。我从后面讲起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基建其实在全世界已经是数一，它不是数二了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超过中国大陆的基建。像我们台北，我们刚刚在上节目前在讨论这个我们的环东线嘛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大概应该在2035年才能够完成哈。那能够如期完成，我们已经很感谢了。可是如果说以这么短的线路来说的话对大陆来说，搞不好就是2-3年就完成了。这个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非常有效率，行政上非常有效率，政策制定非常有效率，工程实施执行非常有效率。只有提前完成，没有落后完成的，没有延误的只有尽快的完工，然后没有去一直不断的追加预算的。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在他们的基础建设这个部分，让全世界各国都跟不上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你知道一个国家的进步其实就建立在这个上面。你的工程不断的延宕，不断的追加费用，你只会让自己的财政更加的拖垮，你只会让大家都因为你的基础建设的落后的不断的延工、不断的误工，而造成发展更加的缓慢。这个本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马斯克对于中国大陆的基建，他是佩服的不得了啊。那因此呢，他很乐意告诉美国、告诉欧洲的国家，说大陆什么都做得到，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的政府多么的落后，多么的这样的腐朽不堪，欧洲的国家不也都一样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部分呢，大家要虚心的向大陆来学习，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事。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边界原本因为在过去俄罗斯跟大陆有太多的恩恩怨怨了。但是你看，从2013年以来这个习近平第一访到俄罗斯去，开始打造这个那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直到发展到2019年的确定的新时代的战略协作伙伴，一直到现在2026年了，第5份联合声明出现了。第5份联合声明其实是建立在这么长时间的相互的合作协调，然后双方都得到好处，因为这不只是大陆得到好处，俄罗斯也得到好处，在相互都得到好处的情形下，信任感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您看到这样的一个中俄边界的城镇，他们是免签的，直接就跨过去了，而且方便到就是他可以到中国大陆的城市里面来，喝完豆浆，吃完油条，然后再回去工作。大陆的居民何尝不是如此？也到了俄罗斯去，然后享用他们的美食，然后把他的产品也卖过去。所以双方之间的交融的一个情况，其实都让彼此之间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发展、更加的稳定。而当美国跟欧洲的国家对俄罗斯实施这个制裁、那个制裁、这个禁运、那个禁运、这个限制、那个限制的时候，当西方的国家它的汽车工业出去了，撤出去了，机械工业撤出去了，这个家电工业都撤出去了，连制药什么东西都撤出去，然后都不卖给俄罗斯，他们以为将能够把俄罗斯打垮，结果俄罗斯非但没有被打垮，它活得更好。为什么？因为欧美的东西贵，品质还不错，可是中国的东西的品质很好，但是价格更好。那品质好、价格更好的前提下，它在俄国这边当然就有市场。俄国的民众他们就更需要中国大陆的商品。那你看，家电业进去了，汽车进去了，还有就是机械工业进去了，所以它等于是填补了所有的
这个西方国家撤出去之后，中国全部都进去，这个也使中俄之间的经济贸易很快速的突破了2000亿美元。俄国现在是中国大陆的第6个贸易伙伴关系，第6大的经济贸易。俄国把它的经济支柱产业能源，就是天然气、石油卖到大陆来，大陆把它的这些工业、民生工业都卖到俄国去，彼此之间都往上增长。当往上增长，而且又是邻国的时候，你想，当然对佩斯科夫来说的话，他要请保姆，他当然希望说他的孩子从小就学会2个语文，也就是除了俄语以外，能够学中文。那这个对于他的孩子的未来的前途更有发展性，空间更大。所以他自己本身也说，他的孩子当然在学，连普丁也是嘛，他的孙女也都在学。那其实连川普的孙女也都在学嘛，他孙女会讲中文，大家都知道这个中文已经是世界的第2个国际语文了。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像中国大陆现在的地位是美国造成的因为川普他跟全世界客关税，然后他又有非常多的动作来对中国大陆做一些制裁。那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反而让中国大陆他知道说我怎么来应对全世界。所以光这半年来，我自己用脑袋想一下，泰国的国王50年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他去了西班牙西班牙大家可以看到去了，芬兰去了，德国去了，英国、加拿大，还有美国、俄国跟现在的塞尔维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为什么有这么多国家去，因为他们同时也在跟美国总统川普展现，你既然要放弃我们这些盟友，那我们现在去跟中国大陆交朋友，或者我们有一些生意往来，它当然是一个这样的背景嘛。所以各位朋友，大家看今年年底他还有几个大的动作，就是川普邀了习近平9月24号到美国去访问那现在会不会去？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可能还要考虑的就是说会不会去？他虽然已经邀请了，那大家再看就是接下来就是11月在中国大陆的深圳，他办 APEC 会议，那当然川普他已经答应要去了，会去。普丁现在俄国会讲，他们也可能会去。日本的驻中国大陆的代表今天接受访问的大使今天接受访问，他说他希望高市早苗也去，然后在这个时候单独跟习近平有个会面，化解一些中日的关系这是今天刚刚共同社的报道。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所有的很多国际的场合，大家看到都是跟中国大陆有关。那这个其实表现了就是知道他的地位已经不一样。所以川普讲的没有错，现在全世界已经不是集团体，不是 G7， 它是 G2 就是中美嘛。那这个情况当然是美国造成的那我们其实这2天全世界也确定一件事，全世界最有钱还继续是马斯克。本来中间有曾经被人家快的超越或怎么样，但是今天又确定了。马斯克有14个小孩那他带着一个去中国大陆，大家看这个小朋友穿着虎头包那个中国式的蓝色的马甲，大家看到这小朋友那么可爱，6、7岁，对不对？那马斯克说，我这个儿子现在正在练普通话在学普通话，要学中华的文化。大家看我们是已有龙颜但是世界的守护他为什么这样来？大家记得9年前。川普是带着他的孙女在那边唱中国的儿歌对不对？大家看了就是有这样的氛围。那你把这些东西一桩一桩的拿出来看的话，会发现原来全世界真的是一个集团体的一个社会那当然了，我们看其实都有一些征兆至于刚主持人讲的泰国，其实我知道泰国它有一个很大的因素，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不太大因为他那天宣布的时候，我就等于说去搜寻了相关的一些那个泰国它其实是怎样，因为它跟缅甸靠那现在很多人借着这90天他们就用观光客名义进去搞诈骗集团就是租了房子在这边然后给你搞个2个月他就走了那他发现他所有调查的，其实多数真正的观光客来这边大概玩9天到10天，他根本不必给60天，60天是给这些诈团机会的。所以泰国现在诈团也很多，骗你到泰国，然后就把你送到
缅甸诈骗园区对诈骗集团那里，他现在台湾很多人也受这样的对骗，所以我说这个是另外一个原因呐。是啦，因为它原因非常复杂，因为他们一个政策的制定是方方面面的原因。来请教这个舰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吉，他不是第一次到中国大陆。那他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第3届“一带一路”的一个国际合作高峰会，而且也参加过北京冬奥。那为什么说他是第一次？他第一次以这一个国事访问的这种正式访问的规格，然后访问中国大陆啊。那这个访问中国大陆呢，其实我们看到啊，那个中国大陆与这个塞尔维亚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大家听起来好像没什么，跟美国比一下嘛，中美之间只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不是伙伴，是稳定而已。稳定就是大家不要起冲突，伙伴就是我们是兄弟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塞尔维亚是塞铁，原因也就是在这里啊。而且这个塞铁如何看得出来？我们看到啊，之前习近平访问这个塞尔维亚的时候，他们路边出现的广告是长成这样啊，感谢您习大哥。为什么？这个就是在当初疫情的时候，那个全世界没有人支援塞尔维亚的时候，只有中国大陆支援。那真正的原因在这里。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直到塞尔维亚的贝尔格勒，其实建立了这么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呢，其实不是全新的，它其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这么一条铁路，可是为什么现在要建设这条铁路呢？第一个，也就是他们想的，也就是慢慢的，是不是可以透过希腊，然后能够接到海岸线？要想富，先开路，你要运什么东西，当然要以铁路嘛。那另外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一带一路”啊，那我们刚刚指了半天，其实就在这个位置啊，希望能够连接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呢，那未来中欧班列也就有可能到达这些地方，那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更多的这一些出口或者是进口的。这一些物资都可以源源不断的通过。那我们讲到这些，大家看到这一个马斯克啊，看到这些中国大陆的高铁站，觉得很浩大，不是只有高铁站啊，是机场、大桥，什么都很大。他不是为了炫耀用的，也不是强调他自己的一个基建实力的，最主要的是为了人民出行方便而造成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机场很大，或者是那个高铁那个它的这个站场很大。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去看一下大湾区的港珠湾大桥，55公里的跨海大桥，或者是我们到青岛看一下，41.58公里的胶州湾大桥，你就会佩服人家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造出来。另外，他们还有再造一条叫做金厦大桥。其实金厦大桥如果金门段造成的话，可以更方便我们台湾人透过翔安机场，对其他国家出行。对，其实有好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学习哦，不能完全哦，因为意识形态洋气，人家好的地方跟优点。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自由时报》有一个这样子的标题，说是台美中海空大乱斗。到底是怎么样乱斗啊？我们先来看看它的文字描述哦，说是呢，5月21号就是昨天台湾的西南跟东南的空域啊，有好多的飞机啦，海上也有所谓的舰艇哦，他们是说昨天凌晨1点钟开始中国大陆的军舰开始出没在台湾的东南、西南空域的开始出现嘛，对这个出没在台湾东南、西南空域的美国军机进行广播驱离。就在我们台湾附近，在出没的这些美国军机，中国军舰就开始用广播的方式说：美国军机，你已经进入我中国台湾24海里，这个地方为中国管辖海域大概中英文用这样的地方，用这样的广播对美军的军机来做驱离
那至少执行21次的广播宣告。那美国军机正于国际空域执行合法的军事活动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所以你看到呢，包括在海上包括在空中，可能都有一些交锋的这样的情形。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中将，这位叫史蒂芬他最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有讲了一件事情。他说，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战争的前线目标他直接讲，他说现在中国大陆在几乎所有的衡量国家影响力的指标上都足以与美国匹敌刚刚董哥也讲了 G2 嘛不管是经济还有军事，那中国大陆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00倍以上所以更不要讲这个无人机群了所以他其实是在对他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军队各个方方面面来做一个警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各方面的紧密结合，这个联合声明我们看到，特别是点名日本中俄联合声明6次点名日本反对打造亚太版的北约并且指出推动北约进入亚太地区以及基于 AUKUS 等机制打造亚太版的北约的行为不符合巩固地区与和平安全的任务，表示俄罗斯对于日本是一直不断的剑指不断的在做一种某种程度的警告。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就在这个普京访问北京的几乎是同时俄罗斯它展开了一个核武库，并且他们叫做史无前例的战略核武演习。这一场动员高达6.4万名官兵、200套飞弹系统跟8艘核潜舰的3位一体全频段核齐射包括您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也讲了，作为核力量演习的一部分，核弹药已经运抵了白俄罗斯导弹旅阵地的野战储存设施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武力展现也让世人看到了每一个国家它愿意花的这样子的力气以及它的实力可能在哪里。不过讲到军事科技大战就得提中国跟美国，的确他们是现在世界上东西两大可以抗衡的一个实力的大国。中国扩大歼20战机量产，改掉之前心脏病涡扇15引擎投入使用讲的就是过去因为它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歼20A 的战机那它这个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涡扇15的引擎改成歼20A 战机的引擎就是做一个改良，让它 upgrade， 然后呢大力的投入部署，然后量产部署。那另外大家还记得吗？巴基斯坦空军那个时候不是呢以9-0大胜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中国歼10C1那个时候不是立下了战功嘛，在巴基斯坦。那现在 CCTV 就说，他们以9-0大胜卡达空军的欧洲台风战机，其中超视距空战4-0，近距离格斗5-0，这是一种这个武器实力的一个比拼。那我们看到呢，除了 AI 之外下一个科技上面的量子方阵这个从 AI 晶片进一步延烧到量子的运算现在中国量子科技的概念股获得了很大量的资金的一个投注我们说到资金提前卡位，所以你看下一个世纪，我们现在还在 AI 在研发大家都说是 AI 年，可是已经中国大陆还有中美的一个比拼已经到了量子方阵了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公布可编程光量子计算原型9章4号已经实现了高达3050个光子量子态的操纵跟探测这个很拗口，这个是很科学的很科学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未来人类这个在科技上面的竞逐。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延后签署 AI 的行政命令，他说不愿意削弱领先中国大陆的优势。那辉达怎么看呢？我们看到辉达前一阵子NVIDIA 的这个黄仁勋也到了北京，可是现在呢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要退出中国的 AI 晶片市场，由
华为主导，他要放弃了吗？还是怎么样呢？来请教赖老师。因为放弃了啦，放弃了卖不出去，因为大陆怎么可能买次级品嘛？这个有点在羞辱大陆啊。更何况呢，就是说，根据美国的法律，你所有的跟数字有关的产品、通讯有关的产品，都必须要留有后门啊，给美国的情报单位可以毫无条件的、毫无限制的可以自由进出啊。那当然，黄仁勋是说没有，可是法律上有。那除非你证明你没有违反，没有遵守美国的法律，可是黄仁勋又常常一直强调说他绝对严格的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个就会让大家感觉心里面有一点点焦虑啊。那更何况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AI 它影响的层面太大了，特别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的层面。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如果说真的你的晶片有后门给美国的情报单位的话，那使用这个NVIDIA 的产品的中国大陆的公司，在未来很有可能都不能够承接或是链接跟中国大陆。这个可能会涉及安全系统，或者是政府或者是民众隐私有关的这些资讯，那很有可能会限制它的企业的发展。这个我们要看未来的发展，这个当然需要更多的解释，也需要更多的证明，说我的产品绝对没有后门。我想这个真的是需要证明的。另外，您提到的有关于军机大乱斗的问题啊，对。这个因为这个新闻是《自由时报》它这段时间一直在做报道的啊。可是《自由时报》，我坦白说，我不知道它的新闻是真或是假，我也无从评论起。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在前段时间也没多久啊，他也曾经用独家，而且说是不具名的国安人员给他的讯息，他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峰会，可是他在报道的那一天，我在本台。上节目我记得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不是在北京吗？”我说我因为有个任意门，所以我任意门一跨，我就跨过来了啊。那就我一跨又跑到北京去了啊。所以我说可能我是有任意门的工具啊。那很明显的就是说他的独家根据可靠的这个不具名的国安人士的给他的资料，那他的新闻报道就不是事实了，因为我在本台嘛，我在 TVBS， 但是我相信他也看到我在本台，可是他没有澄清，也没有跟我道歉，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一家媒体他的新闻我该信任还是不信任，由观众自己来决定啊，叫做《自由时报》，他到今天也没有澄清他的这个报道事实，也没有告诉我说，我做了一个错误的报道，把你名字点上去了。我想这个要等到他来说明啊。最后一个，我觉得美国的军方他证实了我之前一直不断的跟观众朋友说的，没有第一岛链，没有第二岛链，事实上已经进入到第三岛链，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军事能力早就已经可以针对于关岛美国的海军基地、空军基地，以及针对夏威夷跟针对阿拉斯加美国自己领土内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了。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早就没有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所以我想他是间接的证实我的推论啊。那我觉得也很谢谢这位美国的这个陆战队的司令啊，他的一个证实说我的推论到目前为止被美国的军方正式的官方承认，说美国早就失去第一、第二岛链了。他说是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都是中国大陆的目标。来请教舰长。有关于《自由时报》报道这个西南防空识别，西南跟东南空域的部分啊，那它有部分啊是配合的 Flight Radar 24的这个资料啊，所以我跟那个各位观众以及赖老师说明一下，它有些是。那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为什么会大乱斗了？因为我们记得吗？那个中国大陆。他们之前透过了中国海军来发布讯息，也就是辽宁舰即将进入西太平洋演训。那但是我们一直没看到照片。那我们看到大乱斗的时候，那就代表航空那个辽宁舰快要通过了。我们很快可以看到辽宁舰的照片了。这第一个啊，第二个有关于这一个俄罗斯啊，它展现它的一个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能力啊，其实针对的也就是北约以及泽伦斯基，因为泽伦斯基跟北约一直信誓旦旦的说，
要如何的攻击这个俄罗斯？俄罗斯其实秀这样的三位一体，那例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雅尔斯的这一个陆基的飞弹，以及我们看到这个是米格31，它下面带的是锆10的这一个高超音速飞弹，它这个都是核常兼备的。那另外也就是可以发射弹道飞弹的这个北风之神其实是24000吨的一个955型的一个核动力潜舰啊。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刚刚前仔特别讲到很拗口的这个量子，其实量子最主要的。真正的核心是量子纠缠。那量子纠缠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所学的牛顿第一、第二、第三运动定律了。它一般来讲是在讲光学的部分。那这个量子呢，其实也就是它生成的时候是配对的。那它只要其中一个有自旋或者是偏正的话，另外一个也会瞬间的确定这个行为。所以其实这个是拿来作为通讯。避免伪冒，或者是拿来做雷达侦测、避免伪冒最好的一个工具啊。那我们刚刚讲到通讯是如此啊，那为什么我们也讲到那个电脑也是如此？因为电脑那个光子的速度啊，其实事实上是比电子还要快的。那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要进入到下一代的这一个量子电脑？原因在这边。可是我们如果看中国大陆的话，我们从这个 War Room 啊。也就是西方的媒体，他这里讲到中国公布了反隐身的一个量子雷达的一个原型，这个是在2018年的珠海航展。但它为什么这是两个一个口的，一个发射一个接收？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吗？一个发射出去之后，那如果那一个反射回来的光子，它要接收之后，它会跟原来的进行比对，就是另外一个光子纠缠中的光子进行比对。比对完之后，他就知道那一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也因为如此是光子，那他就可以对于逆中的这个目标呢，进行侦测。这个是现在无论是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都在做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到这一些，其实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大陆的论文啊。中国大陆论文它其实讲到机载量子雷达技术风险分析。为什么我特别讲这篇论文？因为这篇论文呢，它不像是在探讨一个科学，它像是在写一个准则与教范。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这是2025的论文，那代表的是他在去年他就已经开始在撰写准则教范的话，那也就是他们的量子雷达或者是我们讲到量子通讯已经即将完成。哦。好，谢谢解释。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讲这2天有几个新闻，大家很值得注意。习近平跟川普会面那川普回去的时候一堆官员、一堆记者，然后我们就看到全世界很多媒体就报道，美国对中国大陆不信任，所有拿到的这些礼物手机或者那个配件或什么，通通要丢到那个垃圾桶。这新闻是假的，这新闻是 AI， 你知道吗？全世界各个媒体，台湾多数媒体都报道了，这新闻是假的 AI，那今天前亚洲最重大的新闻，金秀贤说他逼死了他那个女朋友，对，这个是 AI 的，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是处于这样的世界，媒体铺天盖地跟你报道之后，他不会跟你更正，会更正负责任的媒体少之又少了。那我讲，大家就讲你看嘛，中国大陆对习近平那美国对习近平不信任嘛，所有送的东西都丢到垃圾桶，还有垃圾桶了，哇，堆积如山，假的。各位，我讲这个要告诉什么？我们很多媒体你就不能相信他了，就是不能相信他。你说，报出来不下大屁，听听就算了。我告诉你，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媒体它是有立场的。那我讲美国过去当然他很藐视中国大陆，尤其在航空这一方面他是很强的，没办法，他科技嘛。2001年那时候他们有个南海的冲突，中国大陆一个飞行员叫王伟伟大的伟，他等于说跟美军擦撞以后，他赶快跳伞后来他就失踪。现在中国大陆把它当做一个类似。那美国呢？美国自己也有受损美国这是等于说。他受损，他是怎么态度？你知道吗？他就直接把飞机开到海南岛，他也不经过中国大陆同意，
停到他的陵水机场，然后说我要修我的飞机。你看那时候的态度是很嚣张的，但是现在我告诉你，经过25年以后，中国大陆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全世界有2场战争很重要哦，一场就是俄乌战争，大家看到了，全世界军事排名第2，俄国人打乌克兰，竟然打了4年多。当然，乌克兰有欧洲的后援，美国加以色列打伊朗，在1个礼拜就3个月了，打不下来，现在苦苦哀求叫人家跟你和解。大家看的就是这。全世界第1跟第2也不过如此，那全世界排名第3的中国大陆，他没有跟谁打，可是他把武器供应给一个叫巴基斯坦的国家。巴基斯坦国家现在正为美国、伊朗在做调解，他有什么底气？因为他有很厉害的东西，就是你刚刚讲卡达是一个，大家记得半年前他跟印度打下6架，印度很强，那他凭的是什么？中国大陆的坚持在中国大陆不是很厉害的嘞，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看起来就知道，现在全世界很多东西都改观了。是，刚刚提到巴基斯坦哦，那中国大陆的总理李强也对巴基斯坦的总统希望总理谢里夫发出了国事访问的邀请，所以从明天5月23号一直到26号，我们看到呢，这个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会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那当然，大家想到巴基斯坦就是关于伊朗战争，他们是调停人，有一个斡旋的作用哦。那是不是因为美国现在没有办法了，所以中国大陆某种程度也出手了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美国的陆战队垂直降落登上伊朗的邮轮并且这个登陆之后，登上这个邮轮之后呢，要它改变航向。这是美国中央司令部他们所发布的一则讯息跟影像伊朗籍的邮轮天海号因为涉嫌试图前往伊朗的港口，遭到美军登船搜查，并且强制它改变方向我们看到这是现在我们看到在伊朗这边周边的状况。可是川普又说了他其实讲很多次说浓缩铀这件事情要解决你伊朗要交出来呀，并且反对赫姆兹你来这边收通行费，他讲了很多次。可是问题是，关键是伊朗他不同意呀所以你看到呢，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他已经下令了，这个浓缩铀他不要运出去，不得运往国外。所以问题还是卡在这儿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美国的情报他说伊朗的军事重建远超预期，无人机产线现在又再度启动所以只要在6个月就可以全面恢复无人机的攻击战力这个看起来也是蛮惊人的。那彭博社更进一步的透露，伊朗摧毁了20多架美国死神无人机，这每一架的造价都非常的惊人，可是就被伊朗给摧毁了，几乎占了五角大厦这个战前无人机库存的1/5%， 20%。那另外呢，五角大厦还盘点了一下他们的库存，他们说美国承受了以色列飞弹防御系统的大部分压力，因为要帮助以色列对于一些导弹啦拦截啦所以他们投入了大部分的这个飞弹防御系统，光是萨德就拦截弹，他们就花了200枚这个是五角大厦1半的库存所以美国这一次为了以色列真的是钱啦人啦方方面面投资很大。可是川普现在又要重启战端了吗？伊朗还没有结束，还有俄乌战争也还没有结束，他现在要打古巴吗？因为有一些迹象显示好像是真的这样川普暗示他会干预古巴，他说我可能是真正出手的美国总统。过去的美国总统都只是讲讲而已，没有真的动手。而尼米兹号现在也驶进了加勒比海。那另外呢，美国的情报部门也说，美国着手拟定对古巴军事行动的方案，要让美国总统来做一个选择那《华尔街日报》是这样讲。如果美军对古巴采取行动的话，古巴是完全几乎是没有防御的能力，所以川普会动手吗？来请教老师。我觉得不排除，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在伊朗的挫折，他很有可能在古巴讨回来他如果说能够复制一次成功的这个对委内瑞拉的动作，因为他已经要起诉这个前古巴的领导人卡斯楚，他的弟弟然后他要起诉他，然后要求
古巴的现在的领导人要让步等等。如果他们都不同意的话，他很有可能又采取同样的绑架的手段，这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也看到卢比奥今天又说话了，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对古巴做动作？那是因为古巴拥有中国大陆跟俄国的武器。他的第一个理由是这样，他第二个理由就是古巴离美国太近了啊，然后又有这个俄国跟中国的武器装备又离美国太近，所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他有正当性去做这件事。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担心的，我们台湾也有美国的武器装备，然后台湾离大陆又那么近，啊，也对大陆构成威胁了，所以他可以来绑架赖清德，也可以绑架高市早苗，这不可以这样子嘛？这个这样做是不对的嘛？所以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到，卢比奥已经到语无伦次了，这个道理这讲不通啊，因为韩国也有美国的武器装备啊，那个日本也有，台湾也有，连菲律宾都有，对啊，那都离大陆那么近。所以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所以大陆可以绑架这些国家的所有的领导人，或者是这些地方的领导人，这讲不过去啦。这个卢比奥，你不要乱凹，你这样凹真的是凹不过去啊。还有就是古巴的巴基斯坦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据说已经有一些进展了啊，因为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个双方的文本已经在做交易了，也已经在做不是交易，在做交换了。美国的文本送到巴基斯坦那边，巴基斯坦已经交给伊朗，伊朗的文本也交给美国。既然文本都在做这个交换，那就已经代表说谈判已经又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现在卡到的就是您所提到的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其实本来如果按照普丁他所揭露出来的讯息，很明显的就是本来浓缩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伊朗已经让步了，也就是说。可以把浓缩铀搬出去一部分，然后搬到哪里呢？搬到俄罗斯。本来美国也同意了，后来川普反悔，所以把这个事搞砸的是川普，川普要负责任。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川普又要强硬说只能拿到美国，那我想就卡住了。可是我觉得川普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言下之意看起来也可以，他再抬口一下，也就是说，如果伊朗能够交给俄罗斯，那川普可能在这个事很有可能会做让步。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川普讲的那么硬，伊朗的最高领袖讲那么硬，那就是代表很有可能就在浓缩铀这个地方可能可以获得突破。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来请教舰长，怎么看包括伊朗的问题，以及古巴有可能美国要动手了吗？美国本来早就要动手了，对于古巴来讲，而且现在呢，如果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海军学会所公布的这一个美国航空母舰的动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准备汰除的尼米兹号，它已经完成了跟各国的南方海域2026军演，然后绕过合恩角，已经跑到这个巴西来，而且也已经跟巴西做完军演了。那接下来已经有一个远征打击群，也就是硫磺岛号，在那个加勒比海这边等它。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小小的这个位置就是古巴。那他们要针对的谁？就是古巴啊。为什么？之前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对于我们大家觉得只是对于委内瑞拉来讲，但是委内瑞拉其实的那个时间点，我们就看到美国的军方文件显示，其实美军在加勒比海的这一个那个有关于购买伙食的部分，它要延后到2028年，它要买到2028年，那它到底要干嘛？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把古巴的事情配合起来的话，就像了。那因为我们这里讲的，它其实还包含了海岸防卫队、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伙食都要一并购买啊。那也就是说，对于古巴来讲，可能也就是
跟委内瑞拉的状况很像啊，因为其实它的防卫的状况比委内瑞拉还要糟糕。那至于伊朗的部分，我们来看看啊，那个美军到底花了多少飞弹在上面？这是 CSIS 的一个统计啊。那 CSIS 统计的话，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如果是标准3型跟标准6型的话，他们呢其实耗用了标准3型大概最多到250枚，标准6型到370枚。那如果要补充的话呢，最起码要4年到5年的时间才能够补足到战前的数量。那萨德的话呢，也是约略如此。那我们这里看到的金额啊，全部都是天文数字。那也就是说呢，其实为什么大家看电影讲到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其实道理就在这里。那至于说我们讲到无人机的部分啊，美国的无人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就是非常贵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有关于 MQ9 的无人机来讲的话，它一架平均的单价是3400万美元。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对应中国大陆的翼龙无人机，它卖给其他国家的话，它的一架100万美元。那意思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买34架的翼龙无人机来对应一架的 MQ9 的无人机，那光量就取胜了。但是以值来讲的话，它可以加载的夹舱，以及它的电子征收以及电子反制的能力，其实跟 MQ9 差不多，在伯仲之间。所以我们讲这个就是它的特色，很贵。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美伊战争有可能在很快的时间会落幕吗？来请教董哥。大概很难哦。今天有个消息跟台湾有关，美国代理海军部长叫曹洪，他在参议院作证了。他说我们140亿，我们现在要延缓了，没有办法卖给台湾。为什么？因为我们伊朗战争自己还不够用啊。我们现在要延后，所以我们现在吵也吵了7、8个月。原来美国是这个态度啊。那这个海军部长为什么是代理部长？因为他原来的部长叫费兰啊，他跟赫格塞斯不合。那他常常直接可以找到川普讲话，所以国防部长就把他坏了，事业把他坏了。他们现在代理啊，跟我们的检察总长很像，跟我们的司法院长还有监察院长也很像，我们都在代理呀。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情况。可是今天川普是很想把伊朗这边赶快做一个结束，结束就好看。可是大家记得我刚讲了吧，在1个礼拜以后就3个月了，90天了，美国打不下伊朗，因为伊朗不是他想的这样。美国常常打胜仗是靠偷袭，他可以偷袭伊朗的圣城里的里长，然后就把他封死了，就觉得自己好厉害哦。他可以偷偷去抓马杜罗，可是当你偷袭那一集没有成功的话，人家对你有防备，美国就没有办法了。那他现在我们在全世界看到这样，虽然我们讲美国的军队的确是世界最强的，可是他如果不用偷袭，大家对他有防备，他其实是没有那个能力啊，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很可怜他一直在转移。川普上来一说，我绝对不会发动战争的，而且我调和了全世界很多战争，有9个地方、10个地方，